好，接下來我們特別關心到的是中美的科技戰在啟動的同時，大陸方面啟動的是它的曼哈頓計劃正式的啟動。好，怎麼做呢？有非常多的手段，包括了延攬前艾斯摩爾的前工程師來推進。針對於艾斯摩爾它的 EUV 的逆向工程之外，中國大陸也自己自建了，包括它自己的光刻機，有用自己的技術，包括了有奈米的壓印技術，還有 DUV 製程一起並進，直猜的是艾斯摩爾的光刻機壟斷體系真的可以做到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來做關心。好，3個火線話題，等一下一樣，我們請來賓來特別幫我們看。第一個話題，中國大陸推進的是我們剛剛提到的它的曼哈頓計劃。這個曼哈頓逆向做什麼呢？就是逆向的拆解 EUV。那這樣子的話，這個艾斯摩爾還可以掌握完全的霸權嗎？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件事情，我們看到大陸也發展出了自己的一套可以完全繞開 EUV 的技術嗎？真的可以做到嗎？它的技術包括了奈米壓印，還有 DUV 的多重圖案化跟涛定律這一些方法。第三件事情，我們要來看到的是，當美國封鎖住艾斯摩爾，但是中國自己做自己的替代方案的話，未來的晶片供應鏈会不会走向中美兩套自己走自己的2個模式、2套標準、2個陣營呢？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好，我們今天要來特別看到的是這個艾斯摩爾如今被推到了中美科技戰的最前線，因為呢，我們收到的最新消息來自於外媒的報道，美國商務部長盧特尼克他向艾斯摩爾的高層表達了高度的關切，說啊，你的 EUV 極紫外光機可能已經流入中國大陸了，你這樣子的一個做法是違反我們美國的出口禁令的。而且呢，多名的不具名的美國官員還指控說呢，艾斯摩爾其實沒有非常的配合美國的限制，還涉及到了出口，包括了 EUV 的這些相關的零組件，自己偷偷的賣給中國，說呢，這個是在一個灰色地帶的交易。當然呢，現在目前呢，針對各種的指控，艾斯摩爾已經否認到底了。他甚至還說呢，不可能賣給大陸的原因是呢 ，EUV 的設備大家知道有多大嗎？就如同是一台黃色的一個校車這麼大台。另外呢，我們全球的產量非常的少，而且呢，如果賣給他們的話，還要不停的進行原廠的長期維修，所以呢，艾斯摩爾說我們是不可能有賣 EUV 設備給中國大陸的。好，那另外一方面，華府緊張的事情，除了我們剛剛提到的這個事件之外，還有他看到中國大陸現在正在不斷的進行的他的曼哈頓計劃，就是中國版的半導體界的曼哈頓計劃。好，這個計劃是來自於路透社的最新爆料，他說大陸啊延攬了這一些艾斯摩爾的前工程師到中國大陸，並且呢已經選定了在深圳這個地方來重建他艾斯摩爾的 EUV 的原型機，用的就是逆向工程。那麼計劃是由中國大陸的政府主導的，華為來擔任關鍵角色，並且延攬了1000名工程師一起來參與這個逆向工程的計劃。漢庭怎麼看這個中國大陸啟動的這個半導體界的曼哈頓計劃，真的能破解艾斯摩爾的壟斷嗎？魯特尼克又再度的向艾斯摩爾公司關切，那這都展現出了美國的深層焦慮。那艾斯摩爾也講了，就是我們所生產的每一台，然後呢，他們都有掌握，完全沒有賣給一台給中國大陸。那但是呢，美方的匿名官員啊，繼續指控，我覺得你就是偷偷賣給大陸啊。那美方的懷疑有沒有證據？說沒有證據。好，那大陸為什麼這叫曼哈頓計劃？因為在做光刻機它不是純粹的商業競爭，它已經是國家生存等級的工程動員。就像當年美國請全國之力來集中了頂尖的物理學家、工程師啊、資金，搞出原子彈一樣。所以今天誰掌握了 EUV 的供應鏈，誰就握着下一代 AI 算力啊、超算啊、隱形戰機、雷達晶片、高超音速導彈這一切的入場券。所以自然國家都一定要請全國之力。那現在的大陸突破呢，不是在於僅僅抄一個機器或者是蓋好一個機器，而是要養一整套的供應鏈。EUV 不是單純一個裝置而已啊，而是一條整個的供應鏈。就是它的不可取代，不是因為它有哪一個秘方，是因為它整合了美德法日荷，然後一大堆的國家的其中的工藝啊，所以才能夠完成。所以中国大陸当前的路徑，它是必須要把每一個項目都慢慢的去給它打分數，每一個項目都慢慢的完成，每一張考卷都要做完。
那如果我們問美國靠出口管制守得住嗎？有分幾層。第一個，如果只是說現在的 EUV 不賣到中国大陸，這個已經守住了，因為荷蘭政府受到壓力嘛，它甚至呢連 DUV 都不再賣了，所以這個已經守住。但是如果美國要說要守住，讓中國大陸永遠造不出 EUV， 這個大概率守不住，只是時間問題嘛。因為封鎖呢固然是可以拖慢大陸的研發，但封鎖本身也是最好的催化劑。所以從2019年到今天，美國的管制清單越拉越長，DUV 呢也放在裡面了。但中國大陸從來不是說，哎呀，那完了，那我們就双手一攤，啥也不幹，而是啥，就舉國之力一起來努力，一起來研發啊，有基金啦，可能研究所啦，然后無數人的協作，就是幹嘛？希望要能夠從中突破。那再來第三個，其實真正的戰場已經轉移了嘛。因為不僅是說在硬體的製造，而是在於整個的晶片設計的邏輯跟工程上面的想法已經不一樣了，包含從摩爾定律是不是已經走到了物理上的極限，所以才會有濤定律，或者為什麼像 DeepSeek 它一開始它是透過算力的演算，然後能夠取到迭代，甚至呢是價格的減半，這就是中國大陸在目前物力有所極限的狀態之下，如何改變它的思路，甚至是結構的整層。讓它在還沒達到物理極限，沒有這個機器，但也能夠做到相同的效果。好，一方面是美國很害怕這個艾斯摩爾的技術啊，還有它的設備流入中國大陸，但是另外一方面，中國大陸也說了，我們也不需要一定要這個艾斯摩爾的這個設備來做逆向工程，他們認為說現在也可以靠自己的技術，靠自己完全走不同的一條路來做這個光刻機。所以呢，來自於這個南華早報最新也披露了說，大陸現在計劃的是中國半導體產業一起推動所謂建立的中國版的艾斯摩爾，他們公開喊出要丟掉幻想，準備鬥爭。好，有了這樣的一個架構之後，我們就看到各個廠商開始做各自的一個發展。首先，華為剛剛漢庭幫我們講到的，不走這個摩爾定律了，現在走濤定律，那麼靠的是邏輯折疊技術。他說，2031年可以呢設計出1.4奈米同等效能的高階晶片，有助於華為接下來推出它的9030可以做大幅的升級哦，麒麟9030。再來另外一個設備，另外一個技術是另外一家厂商的奈米壓印光刻機的一個技術已經投入產線了，它可以不投射光線，直接靠壓印，不使用 DUV。最重點來了，就是它的單片成本竟然只有傳統這種 DUV 的1/10而已，這個也是美國比較擔心的事情。再來就是深圳的新凱來了，新凱來也講了一段時間了，他們說他們的 DUV 的曝光技術可以結合自對準4重圖案化，可以推進5奈米製程。厲將軍怎麼看目前中國的各種規劃？我覺得美國商務部長這個突然會對艾斯摩爾提出關切哈，甚至於他們懷疑是不是艾斯摩爾有將這個機器哈，這個當然艾斯摩爾的說法是說我沒有整台賣給中國，可是你會不會把裡面的很重要的一些關鍵零件哈，然後推銷給中國？那為什麼美國會有這種擔憂、有這種顧慮，會做這種關切呢？我覺得跟最近哈華為推出來的新款的手機 Mate 80。Apollo Max 有關哈，它用的就是零件，它用的晶片就是9030的這種麒麟9030的這種處理器哈。那它的效能已經，它原來的效能是用 N+2，也就是7奈米的效能，我们都知道了嘛。Mate 60已經是7奈米的，那它現在更進一階，用到 N+3的這種處理器啊，它到底是幾奈米？我們現在還沒有得到正確答案，不得而知。可是我相信哈，這一定是比7奈米的晶片更為精進。那因為中國自己華為有了這個7奈米以下更先進的晶片已經做出來的話，那當然會引起美國這個商務部長的擔憂哈。那現在我們要知道，那你用艾斯摩爾用這個原來的這一套的思維邏輯來卡中國的晶片的發展，但是中國一定要想辦法超車嘛。我覺得它是齊頭並進，好多的步驟同時在做。第一個就是我們剛剛講的它的曼哈頓計劃，我去延攬一些艾斯摩爾退休的工程師回來以後，然後逆向工程，把原來我已經有的這個 EUV 把它拆解開來，一步一步一動一動的來研究，這是第一個方案。第二個方案就是我們講的用奈米壓印。其實奈米壓印不是新的技術，你知道，它是在1995年的時候，
這個由一個中國的科學家在日本的時候，他已經研發出來，而且日本的這種佳能Canon 它已經有這個技術了，所以它不是新的技術，它只是繞過光刻機的方式，它不是用光刻機，它用壓印。我们知道光刻機我用照相，当然可以照出这晶片的图案，那我用印的一樣也是可以嘛，但是印的當然有它的缺點，第一個就是說你會不會那麼精準的每一個印都印到你的定位上面？畢竟來講，晶片都是以奈米級這個極小的差距，如果說有一點誤差的話，可能良率就會差很多。第二個，你下面那個模板可能按過幾次以後，它會不會就模糊掉了不準哈？第三個，我覺得最重要的，為什麼日本 Canon 做出來以後，後來沒有繼續推廣？因為你要換新的技術，可能你會有很多的風險，你必須要承擔那種風險。那我已經有這種EUV 照相的技術，我是不是要另外去建立一套的這種壓印的技術？但現在來講，中國你不讓它有 EUV， 它就必須要在這方面去精進這個壓印的技術嘛。所以我覺得這是中國突圍的一種方法。第二種突圍的方法哈，這個應該說第三個突圍方法就是 DUV， 我用多重曝光的方式，就是我照一張相，比如說我要照一張美女哈，我照了第一張以後，我把它再放大，再照第二張，再把它放大，再照第三張。那當然跟解析度有關，最後我可以看出來美女耳環上面戴的項鏈是什麼品牌的上面我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當然我講的就是晶片可以做的比較小。那當然這方面可能你的就會牽涉到你的良率哈，因為就像是我們照相的問題一樣，如果說這個你不斷的放大，如果你解析度不夠的話，你可能良率就不會有這麼好。可是這也是突破的方式，所以我認為中國在這個半導體的這個產業方面來講的話，它會尋求不同的這種管道，從壓印技術到 DUV 多重曝光哈，到曼哈頓計劃哈等等來講啊，甚至於它從理論上面改進它的超定律的理論啊，從這個摩爾定律改成超定律，說種種方面，它都想辦法來突破，也就是這些才造成美國商務部長他的擔憂。好，所以我們看到中國大陸祭出了非常多的各種的技術來突破跟這個艾斯摩爾走完全不一樣的路。那另外一方面，當然現在大家最在意的，也在看的就是它的良率能不能跟上，這也是他目前在努力的方向。那所以接下來，請問這個張將軍怎麼看？美中未來會走自己完全的各自的一條路嗎？您怎麼看？我認為先會各自走各自的路，先分流再整合，一定是將來的兩套系統，就跟我們講的 GPS 定位跟北斗定位。你要選哪一個？對不對？那到時候你也可以講，我要兩個都要一起的，互相校正啊，兩個一起抓在一起，這個也可以，這個就是整合啦。是。那現在理論上是先分流，因為中國大陸具有3個優勢。第一個，它的產品呢具有價格優勢，我們就聽到什麼白菜價，就價格優勢嘛。因為供需決定價格，價格也決定供需。你價格越便宜啊，你賣的越多，因為你貴就物以稀為貴嘛，那就賣的就少了嘛。就是這樣。那換了中國大陸具有價格優勢，所以我們講的產能過剩，因為產能過剩就便宜了。為了中國的這個我們講的能源新能源車啊，就是那個電動車啊，為什麼是席捲？不便宜啊。你就同樣價格，我那邊內裝比你好哦，那就價格大家就喜歡就偏好了嘛。因為消費者是有這方面的選擇上的自由嘛。那大疆無人機為什麼市占率占全世界占70%？那就便宜啊，你要不要？美國同樣一個規格的，就是大疆無人機的3倍價格，你要不要？你要買美國的，那可以買大疆的那個3架，你要不要？那大家就會了，就是有2/3可以省下來，你幹嘛不省？消費者一定站在一個經濟的角度來購買這些物件嘛。第二個，中國大陸有市場優勢，中國大陸14億人市場，現在非洲也有14億多人，那28億人了。東南亞有將近7億人口，哇，加起來30多億啦。印度這14億哈，要用美規還是要用中規？到現在為止，你說用美規，我說不見得哦。印度我好像在做戰略調整哦。那換句話，印度是15億人口，14億多了，我們就是4捨5入就15億人口，那就加起來不是這市場就出來了？人口市場啊，你知道市場越大啊，單位的成本就越低，因為你做得多嘛。我們叫做就是報酬規模是這個意思。所以這個市場優勢，我認為就是人口優勢，將來會慢慢凸顯，因為大家都慢慢都會有消費能力。你看以前的時候是貴族階層，現在不要了，普羅階層也可以買啊，是不是這樣？第3個優勢，我認為是普遍的優勢。我們知道這個匈塞這個鐵路啊，
350公里，匈牙利到这個塞爾維亞，這麼中國大陸，因為中國大陸鐵道工程啊，那你現在亞萬高鐵，印尼的這個雅加達到萬隆，萬隆是印尼的第4大城，這時速那個高鐵的時速350公里，也是中國大陸為什麼做軌道工程嘛？所以中國大陸這樣子的話，將來會我們講的普遍優勢就會出來。所以3大優勢，我認為會分流，以後再整合再說了。好，謝謝將軍。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